我先说好消息，死亡的时间跟你们推断的基本一致，前后误差不超过半个小时。这个时间，秦明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死者关路，24岁，医学院助教，家住医学院北侧同安里小区503室，两地相距1公里，步行10分钟。尸体情况如何？死者是合并死因，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死亡。他的身上有多处的致命伤。 凶手呢，用锤状钝器反复地击打他的头部，而后再用竹签反复地刺激他的会阴部，导致其大出血。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，会携带2种工具吗？也许是凶手早就想好了杀人步骤，也许是凶手对竹枝有什么特殊的癖好。竹签没有锤子能够置人于死地，总之不排除凶手会携带2种作案工具的可能性。这跟雪子的致伤工具是一致的。雪子和关露都是单身女性。 遇害前都遭受过变态式的性侵犯，但是死者的后背皮肤和皮下组织并没有挤压的出血痕迹，不符合性侵的特征啊。阴道擦拭物的检测显示经斑预示阳阴性，那也就是说，凶手并没有对死者进行性侵犯。其实性侵犯呢，不只是性器官的接触，有一些少见但是也非常变态的性侵方式也在其中。 经查验，死者的会阴部有多处严重的穿透伤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！我觉得呀，应该是电击杀手在行凶的时候恰巧碰到了性侵凶手，导致电击杀手并没有得手，而性侵凶手呢看到了他的整个作案过程，又看到了濒死的雪子，但他没有施救，反而激起了他的变态欲望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找到性侵凶手，我担心电击杀手会失忆死刑。 根据已有线索，必须立即找到这个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滥用私刑。现场勘验情况有没有发现？有，但还不足以下结论。但有一点可以断定，不管凶手是谁，他对学校的环境非常熟悉，不排除凶手是在校人员的可能性。这关露老师啊，他刚进入社会，他身上还有学生气呢，他对这社会啊没有防备。 他这人啊，对所有人都非常好。那尤其是我们保安室，他时常给我们来送水果呢。你知道我们这些当保安的，这社会地位很低，一般人不愿意搭理我们。那他不一样，他说他爸都是当保安的，就把我们当兄弟姐妹呢。这不到3天时间，就发生了2起命案。这我这当保安队长的，这我有责任啊！这。那个，您先冷静一下啊。 你要不然就出去，要不然就坐下。你站在那儿很影响我食欲。生我气了啊？你呢，只会让我头疼，不会让我生气。你居然不生我气，是不是心里没有我？亏我把你当兄弟啊！行，那我生你气了，行了吧？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！我询问你，完全是尽我警察的本分。那你到底是让我生气还是不让我生气啊？嘿嘿，生气就说明把我当兄弟了。你们俩开小会啊？是不是生我气了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该生气还是不该生气啊？哎，谁别讲，坐。进展怎么样了？哦，关路的社会关系其实挺简单的，但熟人也不少，需要点时间进行排查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说不定是对案情有帮助的。据报案人称，他到关路家的时候灯是关着的。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熟人来访，灯应该是开着的吧？啊，不对，不管是不是熟人，灯都应该是开着的。是不是凶手最后离开的时候关了灯？据现场勘查，在灯的开关上找到了死者的指纹。死者当时穿着便衣和拖鞋，那他进家门换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应该会先开灯吧？死者回到家之后，没有来得及换衣服，也就是说，案发时间应该是开灯后不久。那关灯的人一定是凶手才对啊。
难道凶手是戴了手套吗？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可能。尸体大量出血，如果凶手戴着手套触碰了尸体，那一定上面会沾上血。用手触摸开关的话，应该会留下痕迹。我想啊，最准确的答案应该还在现场。那看来我们要再去一次案发现场。哎，我看这个时间不早了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家，明早再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对劲啊！真的是啊，走那么着急干嘛？难道赶着去和欢欢约会啊？我说的不是林涛。爸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你看，这些餐具并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。菜还是热的，他们遇上什么急事儿了吗？这椅子都倒了。谁？你看见什么了？刚刚有个黑衣人过去。黑衣人？不会是那个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吧？凶手可能还在现场，我先带你出去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开灯！啊 Surprise！ 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林涛，你有病吧？不对，今天不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是。我连我自己生日都不知道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秦明找你妈要了你的领养书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查到的。我从领养证上查到，你大概是3个月左右被带到斗门镇福利院的。3个月前，你亲生母亲因为羊水破裂被送到了医院。生下你之后呢，医院还没来得及登记她的个人信息，她就偷偷把你带了出来。我查了那个婴儿的血型，跟你一模一样，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是你的生日。那这个生日会是你策划的？不是，是我拜托林涛策划的。没想到，他还搞出来一个密室逃脱。那你也配合他演，太不像你了。他不是被你感化了吗？虽然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生母是谁，但是我有我现在的爸妈，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林涛，你有完没完？不是我，会不会跳闸了呀？跳闸？怎么了吗？我在想，案发当天，关陆家是不是也跳闸了？在第一次现场勘验中，
电灯的开关是处于充电状态。假设你的猜测没有错的话，凶手在作案前关闭电闸作案，行凶之后怕留下犯罪痕迹，所以又把电闸拉开了。那会儿凶手的手上应该已经沾满了血迹，所以很有可能在电闸附近我们能找到印记。清晰、新鲜，这应该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痕迹，这是重要证据。人为拉闸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，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推论。首先，死者提前到达作案现场，埋伏在这里。死者回家后开灯，发现灯不亮，以为是跳闸，然后换鞋。就当死者去检查电闸开关的时候，凶手悄悄地靠近他，突然攻击了他。死者因为受伤，所以手扶了柜子，留下了血掌纹。就当凶手想要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，死者奋力反抗。但死者手无寸铁，体力不支，而被凶手一击击倒。凶手恐其不死，于是用竹枝对其下部发起了强烈的攻击。当然了，凶手当时戴着手套，而手套上面沾了血，这就让他没有办法去恢复电闸的开关。但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提前到达过作案现场，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开关的问题。于是呢，他摘下了带着血的手套，用手恢复了电闸。虽然冒险，但他赌的是我们查不出他打开电闸和关闭电闸的伎俩。他认为我们不会查到电闸箱的头上。这样解释的话，关于灯的矛盾就全都解开了。提前关掉电闸，看来有周密的作案计划，说不定已经盯上周老师很久了。没错，肯定是熟人作案，而且懂得溜门撬锁的技术。那太好了呀，这就大大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啊。秦明，棒。我们到医学院走访，了解了关于学校后林闹鬼的事情。2年前从学校论坛传出来的，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呢，是一个叫老大哥的用户。我们通过网监部门查到了这个老大哥的 IP 地址是医学院保安处。对，我们忽视了保安这个群体，其实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还是把保安当成了我们的盟友。其实保安是最了解学校的地理环境还有监控情况，即便被拍到，也不会被怀疑的。熟人不排除保安群体中有人之前学过溜门撬锁经历。如果凶手是学校的其中一名保安，关路是不会设防的。哎，李队，我还发现这2个死者有一个共同性，说说看。关路和学子，他们都是长头发、大眼睛、鸭蛋脸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凶手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？我认为这是凶手的变态心理养成的过程。可是这2种相似度太过普遍，不具备参考性啊。锁定嫌疑人范围，凶手就逃不掉了。大家累了吧？我去给大家买点饮料。
学子案发当晚，巡逻的保安都有哪几个人？啊，是我们保安一队的，有韩东、孟山、赵石，还有张大使和徐德来。关路老师案发当晚，他们都谁不在岗？他们5个都不在啊，其他人呢24小时在岗。学子案发以后啊，他们5个精神压力非常大，觉得自己有责任，就给他们放假了。这5个人现在都谁在？张大使在，我叫一下。哎，大使你来一下。警官找你。队长。你好。我想问您一下，关路老师案发当晚，你们5个都在哪儿？那天晚上，我们都在宿舍。都在吗？韩哥他出门了，他说去趟医院。你说是韩东？啊，韩哥他身体不太好，他总去医院。韩东。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是他。为什么不会是他？就感觉呗，他虽然平时不太喜欢说话，但是跟我们哥几个关系处挺好，而且工作也积极，不像是个变态的。变态可不会把那2个字写在脸上吧？他平时有没有什么癖好啊？没啥癖好，就喜欢出去瞎逛。啊，不过听说啊，他喜欢去那种据说闹鬼的地方凑热闹。或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施暴地点呢。去哪儿都没自家门口方便啊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医学院后林闹鬼的这个事儿，应该就是由他传出去的。他会开锁吗？哎呦，听说他小时候就学过开锁，还准备拿这个当职业呢。前2天还在宿舍里面捣鼓他那锁呢。哎，这警官，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他宿舍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走。啊。哪张床是他的？啊，这个。这么多变态黄片啊！赵队，鞋底的磨损程度和分析对比相符。按这个。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，这小子多少有点变态。我们在他的硬盘里翻到的不只是那些黄色电影，他对这个性虐待也是情有独钟。从病历诊断书上可以看出，韩东曾经下体受过伤，导致终身性功能障碍。所以呢？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。这又能证明什么呀？比如说，韩东长期处于生理需求而得不到满足的压抑里，那他只能通过性视觉的强刺激或者猥亵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性兴奋。所以说，性虐待对于韩东来说是他得到满足的重要途径。你干嘛啊？这种话怎么能这么轻松地说出口啊？我们是在讨论案情，希望个别同志呢可以认真严肃地对待。他符合嫌疑人特征。请进。查到了，这个叫韩东的人曾经暴力殴打并囚禁过他的前妻，当地的执法部门留有记录。还有一个情况，他的前妻在坐牢，诈骗罪。来，2位警官喝点茶，谢谢。要不是因为这门亲事，我和我弟也不至于现在僵成这样。你们看，我这只瞎了的眼睛，就是他亲手打坏的。韩东有暴力倾向吗？都是被他老婆逼的。他以前老实本分，不善交际，从来也不惹事儿，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的。说说韩东的婚事吧。5年前，我妈得了大肠癌，老太太就想着临死之前能让我弟给她抱个孙子。当时有个客人说他们老家有一对母女，他们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。您好，说只要给3万块钱彩礼，谢谢啊，就愿意把闺女嫁过来。我们家胡林呢是初中文化，初中毕业之后啊，他就一直跟着我在家里干点农活。这孩子啊，平时也不太爱说话。他今年呢25岁了，孩子他爹啊去世的早，所以在孩子的事情呢都是我在做主。妈，我弟也不爱说话啊，那挺好啊，挺般配的，都不用谈。介绍人跟我们说了，
只要给闺女3万块钱彩礼，她就过来。要不我们先给您5000定金，您看怎么样？3万，那介绍人可能弄错了，我们说的是13万。13万，再想想办法。我弟是做保安的，手里有那么点积蓄，可大多数都给我妈治病了。我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只能借他5万。可我弟呀，可也不知怎么了，就偏偏喜欢上那个胡玲了。后来我们又借了6万，他们俩领了证之后，这钱也就到了赵秀兰的腰包里。很快他们就办了婚事。我弟每天起早贪黑，就想着赚钱，赶紧还账。夜里还得想着造人，就想趁着我妈在闭眼之前，让她抱上孙子。可是事情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我回来了。你是不是该洗个澡了？这都1个月了。我想洗。那这碗筷你得。累。也不知道你都累什么了？你这一天到晚除了吃你就是睡。我不舒服。从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碰都没碰过你，我一碰你就不舒服，现在连嘴都没亲过。不是，我妈她等着抱孙。哎呀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是我媳妇儿。你要是真不舒服，咱就上医院。你要真有病，我照顾你。我妈她没几天了，咱尽尽孝，让她老人家。哎呦，起来你！哎，我说，你有病吧你？我说我不舒服呢。你有病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就有病，我就神经病我。咋的？你跟我离婚呀？离就离。你说的啊？那你先把那13万彩礼钱给退了。不可能！你这一当保安的，这点法律都不懂啊？咱俩都已经同居了，彩礼钱我1分钱我都不退你。那你什么你？给我滚出去！今晚上不许在床上睡。滚呐！你干嘛呢？哎，滚！我操！滚！有病！你起来！人虽然是救回来了，我弟也废了。医生说，除非做试管婴儿。我妈听说这件事儿，3天人就没了。后来，我有个客人跟我说，这种事儿就是报警也没用。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婚内强奸吗？人家胡玲啊，是正当防卫。哥，我自己家的事儿，我自己办。我弟呀，也不想报警。后来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。你好，是你报的案吗？哎呀，是我。我弟呀，这都1个月没消息了，我是真怕出事儿啊。别着急，咱们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哎，这怎么这么臭啊？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。韩东，韩东，胡玲，韩东。啊！怎么伤成这样？
韩东，你干什么呢你？这都是他自找的。不是，你救他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你疯了吧你？胡说什么呢？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都和他有一腿是不是？你们都欺负我是吧？你先冷静一下。你们都欺负我！冷静点。你们都欺负我！你们都欺负我！韩东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弟弟了。这个犯人的情况有点特殊，身心都受到过极大的摧残。胡有雨30岁，曾化名为胡玲，她嫁过22个男人，每嫁一个男人，她的搭档赵某都会给她40%的彩礼钱。他们不是母女，是专门骗婚的骗子。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。是我的事，有结果吗？我们这一次来，与你的案子无关。这次来找你，是想和你了解一下韩东的情况。韩东是个疯子，心理变态。现在提起他，我还在发抖。我不想聊他。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，协助警方调查是立功表现。那你们想知道什么？从头说起吧，越详细越好。我跟赵蔚兰是同村的邻居，我俩都是寡妇，但骗婚的生意是他提出来的。还是老办法，不洗澡，不干活，别让男方碰你啊，以免怀孕。要是这男方还是不嫌弃的话，咱就装疯卖傻，逼他退婚。知道。其实韩东这种男人我见多了，一开始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谁想到结婚1个月以后，他非来硬的。当时也是逼急了，顺手拿在桌子上竹签子，就扎了他那个玩意儿。韩东跟疯了一样，一巴掌就上来了，把我给打懵了。等我醒来，你干嘛呀？啊！你给我松开点！你有病吧你！你给我松开！别开我的笑啊！这个是前面，还有我的脸。得亏有韩宇，还有那2个警察，要不然我真的被他虐待死。后来法医鉴定，我浑身上下有102处戳伤跟烧烫伤。我现在有时候做梦，还会梦到他的笑。我真的很庆幸，我庆幸我现在被关押着。我怕出去他会找到我，我害怕他会找到我。竹签，他用竹签对受害者实施性虐，很可能是报复他的妻子、婚姻和不幸的生活。韩东在买妻后遇到了骗婚团伙，遭受了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打击。我认为，这是韩东的作案心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联系不到韩东，
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可就是没有他的线索。畏罪潜逃了。我们正在调查学子的案子，可这家伙又做了关路的案子，你觉得这是畏罪吗？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了？我担心的是，他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了。都是长头发，鸭蛋脸，大眼睛。我们那天在医学院后林出现场的时候，韩东在不在？黄文和安然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可能吧？嗯，是我。出事了！欢欢，我刚去洗手间，我让安然在停车场等我，结果我到的时候人就不见了，然后包还在地上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安然出事了，我一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在，别怕。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给黄昏路口过，我们去看监控，走。没事没事。人呢？就这么消失了吗？还有别的画面吗？这个位置是监控的死角，看起来这个人很了解我们监控的布置。调出车辆进入医院前的画面，前后半小时内所有车辆的出入情况一并调出来。没问题。李队，缓缓口供录好了。好。前面，你放心，除了救护车外，这个时间段的民用车辆一共13辆，其中有9辆在监控的可视范围之内，能够拍摄到驾驶人的画面。还有4辆，其中2辆在出事前离开的医院。意思是这2辆最有嫌疑。马上去查另外2辆车的信息，联系交通部门，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。好的，好。等我抓到他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能不能别意气用事？你还能忍？啊？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谁都别拦我。其中1辆车在市里，联系了车主没有问题，另外1辆车出了城。这条路分往2个方向，一边是青岩市，一边是三湖市，没有监控。这人很聪明，走的都是小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多1分钟，11倍就多1分危险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我需要冷静一点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和领导走这边。我走这边。是不是搞错方向？没看到那辆车啊！停车！怎么了？你还记得巨人关的案子吗？哎呀，当然记得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联手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医学院后林、荔枝园、南城鬼谷街城市废墟，还有安水桥下的白水洞。然后呢？这4个地方都是传说中有鬼的地方，就是那些所谓的都市传说。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信这些鬼传说啊？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吗？越是这种地方，越容易激起人的犯罪心理。
韩东不是对这些地方都很感兴趣吗？随着他作案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会变得越来越偏执，对作案的地点也会有所偏执。这次与关路案不一样，他是做了计划的，是一次标准的狩猎行为。既然他用了车，那怎么不会选好作案的地点呢？你有把握吗？这一次真的全凭直觉。走。就那辆车，分头行动。别动！别过来！韩东，你逃不掉的，放开人质！我知道我跑不掉，我杀人了！来啊，开枪啊！你过来啊！来啊！好，来啊！对，疼成这样才爽嘛！混蛋，站着你！来啊！又类似入，往上挑。他不会很快死，但最具痛感，他会生不如死。好，你不是法医吗？我相信你。没错，但你要记住，动作幅度越大，他会越痛苦。好，我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那我照你的做好不好？我们来一块享受一下好不好？3，转头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我胳膊断了！刺得有些深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内脏，但失血过多，你要保持清醒。林涛，带着他去医院。好，走，老实点。疼！这人突然太疼了，我也得见医生。别说话，老实点。石表姐，你怎么样？失血过多，轻度昏迷，快点吧。